你知道吗？世界上真的有一些地方叫做绝望山、死命镇，还有世界尽头。为什么会有人把这些地方取这么奇怪的名字呢？这背后究竟隐藏了哪些故事？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这本搜集了全球24个超绝望地点的书《悲伤地形考》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前阵子我们在准备黑暗观光这个议题的时候呢，同时也注意到了《悲伤地形考》这本书。这本书在聊世界各地的悲伤地名，还有他们的故事。作者达米恩会写作这本书一开始呢，其实是因为他有一天在地图上面发现有一座山的名字居然叫做绝望山。这个奇特的名字引发了他的好奇心，于是他开始在 Google Map 上面呢输入悲伤、寂寞、绝望、忧郁这类的形容词，没有想到竟然真的挖到了一大票名字很悲伤的地名。作者达米恩于是很好奇，究竟这些地方以前到底发生过什么样的惨事才会被取这种名字呢？这本书就是在研究并追溯这些地方的历史之后写成的一本书。而今天我们精心挑选了几个故事要来分享给大家，有的是拓荒过程遇上的灾难情节，有的是野心探险家的悲剧故事，也有一些完全就是人造的地狱场景。不过在开始之前呢，按照惯例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有遇过那种电脑设定出错，软体不会使用，结果打电话求救，工程师跟厂商讲了一堆步骤，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做的状况吗？今天要介绍的 Splashtop 就是能够解决这种常见困扰，让你跟工程师都能够皆大欢喜的远端支援和远端桌面审器。Splashtop 这家美国公司在全球有超过3000万的用户，提供完整的远端协作解决方案。对于工程师来说，简单部署，容易安装，让 IT 团队可以高效率又安全的管理大家的远端存续。而另外，针对企业提供的版本还能够分组细致设定权限，所以特别适合各种规模的公司、学校或者是政府机关。而且不管是 Windows、Mac、iOS、Android 还是 Linux， 通通都支援。而最重要的是 ，Splashtop 有在地的台湾技术团队支援，讲台语也能够顺畅沟通，让大家都能够享有顺畅、好用又安全的远端协作环境。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的资讯，欢迎点击资讯栏的连结到官网看看，或是也可以免费试用，让 Splashtop 帮你把 IT 的世界变得更美好吧。首先要分享的就是人类拓荒历史上面的悲剧——世界尽头。如果让你来猜的话，你觉得世界尽头会在哪呢？是北极、南极，还是某个与世隔绝的岛屿上呢？其实都不是哦。世界尽头实际上位在美国加州一个曾经充满了淘金客的地方。19世纪的中叶，打从第一个挖矿工人在河里发现黄金开始，短短的5年内，加州就成为了全世界想要发大财的冒险者趋之若鹜的梦想之地。不过，当年来到加州的淘金客却似乎遇上了各种危险又困难的状况，让他们就根据自己或者身边人的经验，帮每个地方命名。例如，在加州的地图上面有感觉进去就出不来的死亡森林跟迷路峡谷，也有听起来很恐怖的地狱洞水库跟魔鬼之门。而像是最后机会跟世界尽头这样的地方，意思就是如果你连在这里都挖不到金子，那就表示加州已经被挖光了。事实上，大部分淘金客都没有在这波热潮当中大富大贵，他们的开垦反而使得加州的自然生态与野生动物走向悲惨的结局。千年的红杉木森林被砍伐一空，加州大灰熊被疯狂的猎捕，在1922年宣告灭绝，甚至当地的原住民还遭到屠杀，被迫迁移住所，成为奴隶。这些悲剧让加州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尽头，只不过不是淘金客的而是原本这里的生态环境跟原住民的尽头。第二个要分享的是位在智利的饥荒港。15到17世纪是欧洲人疯狂探索整个地球的大航海时代。当时的世界对他们来说就像是一片资源丰富的空白土地，只等着被开发跟挖掘。不过事情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顺利。16世纪到处疯狂殖民的西班牙帝国国王命令了一支舰队到智利去开垦一座新的城市。这支舰队上面载了一位充满热忱的传教士，许多士兵，还有好几百位准备展开新生活的男男女女。但没有想到，还没抵达目的地，他们就已经先经历了3次毁灭性的风浪，大批的人员死了死，逃了逃，而费尽千辛万苦爬上岸的人，其实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因为他们发现，他们准备殖民的这个地方，其实气候超级严峻，土地超级贫瘠，生活条件十分不利，很可能养不活他们所有的人。3年后，一名英国航海家行经这座城市，打算下船补给，上岸后呢，却发现城里的人居然有90%都已经饿死了，而剩下的人也奄奄一息。他只好把寥寥无几的生还者带离那个地方，走的时候顺便给了他取一个叫做饥荒港的这个名字。好，那我们看完了几个拓荒的悲剧之后，我们要来讲2个探险家走到天荒地老，走到怀疑人生的绝望故事。
19世纪时，欧洲探险家最热衷的话题之一就是猜测澳洲内陆到底长怎样。当时有个退休的英国人汤马斯，凭借着自己100%的想象力，画出了一整幅的澳洲地图，还出版了一本叫做《澳大利亚之友》的书，当做给探险家的旅游指南。他在书中表示，澳洲中间绝对有一片巨大的内海，并鼓励探险家带着船队去探勘。而这个澳洲内海说广为流传终于在10年后促使了一名年轻人爱德华实地带队走访。爱德华为了逃兵役，满怀热情的出发冒险，谁知道走了3个月呢，眼前只有无边无际的大沙漠、光秃秃的岩石，还有充满盐巴的空气。虽然偶尔看见几座湖但很明显的都不是内海。于是他在折返前呢，失望的把眼前的山叫做绝望山。不过，如果我们运用现代科技去 Google Map 上面搜寻绝望山，会发现它其实离真正的澳洲内陆还有一大段距离。还好爱德华当年不知道这件事情，不然他可能会更绝望吧。那除了爱德华以外呢，19世纪中期还有另外一支探险队也在未知的大陆上面怀疑人生。他们想要探寻的是比澳洲更像传说的南极。在当时，没有人知道南极到底长怎样，甚至没有人确定南极真的存在吗？过去几个世纪，大部分人都猜测南极跟我们已知的世界完全相反，住着身体颠倒的人，有着完全相反的社会文化。可惜这些想象虽然很具体但都跟真正的南极差异非常的大。探险家终于踏上南极之后呢，发现南极竟然一片空白，毫无特色，让人完全无法辨识我是谁，我在哪。他们除了失去方向、失去尺度之外呢，周围的景象还会因为结冰或者是融化而时常改变，根本没有办法好好的绘制地图。例如有个流传的故事是，有座山因为形状实在是太难以琢磨，被他们取名叫做无形山。但下一批看着地图去到那里的人，却觉得无形山根本被画错，所以不仅重画，还改叫它错误山。南极的探索难度一直到20世纪初都还是让探险家相当崩溃。20世纪初期，有支探险队被困在南极某个小岛上面超过2年，觉得南极实在是让人痛苦到一言难尽，所以一气之下呢，决定把他们身处的那座岛呢命名叫做南岩岛，写在日记里面流传到现在。那看完了怀疑人生系列之后，最后的2个地点只是被我们自己归类在人造地狱系列，因为这2个地方的存在就是为了迎接死亡。18到19世纪，英国的伦敦监狱人满为患于是政府决定把特别坏的罪犯流放到他们的超偏僻的澳洲殖民地，在那里他们决定来个真人实验，根据哲学家边沁的理论模型，打造一座隔离监狱。而这种监狱的重点呢，并不是要给囚犯们他们身体上面的惩罚，而是着重在心理上面折磨。隔离监狱的最高指导原则就是寂静无声，所有的囚犯都被关在厚实的单人房里面，永远只会单人放风，并禁止说话。而狱卒们会穿着毛拖鞋巡逻，而且只用手语沟通。在漫长的监禁生活里面，这里的囚犯不仅见不到人，甚至也听不到任何的声音。而这种监禁方式成功的把很多的囚犯逼疯，当他们精神崩溃，就会被送到盖在隔壁早就准备好的精神病院。而当他们在精神病院死掉，就又会被立刻的送上小船，再到专门埋死人的死之岛。在那座阴森的死之岛里面呢，只有死人跟坟墓，而唯一还没死的，就只有挖坟墓的罪犯。死命镇跟死之岛一样都没有活人，但它的故事与其说是恐怖，不如说是猎奇。死命镇是美国政府在1950年代特别打造出来的一座小镇，它看起来呢就像是典型的美国郊区，有商店街、图书馆、公车，并住着许多温馨的中产小家庭。唯一只有一点很奇怪，那就是里面住的全部都是假人。换句话说，死命镇实际上是一个巨型的半家家酒现场，它之所以存在，完全是为了让美军进行核武试爆，而它的官方名字呢叫做苹果2号测试基地。在1951到1992年之间呢，这里至少试爆了928枚等级不一的核弹。有了死命镇的牺牲，人们就可以提前知道，万一苏联的飞弹打过来，一座城镇会如何毁灭，而人们又会如何死得东倒西歪。但猎奇的地方就在这里，因为知道一切都是假的，所以大家反而对于毁灭的过程充满了兴趣。在50年代，观看原子弹试爆甚至成为一种很潮的观光活动。拉斯维加斯的饭店、赌场呢会推出海报，向大家宣传试爆场次，并且在当天举办轰炸派对，让人们一边狂欢一边看死命镇爆炸。
在进入观点以前，我们要先谢谢大家把影片看到这里哦。最近我们真的超容易被黄标的，尤其今天的这一集呢，跟前几天讲到的这个黑暗观光一样，讲到超多关键字，那这一集大概也是躲不掉了。所以这边我真的要再次的特别感谢所有志祺七七的会员，因为有了大家的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的运作这个频道。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频道主页的这个加入按钮，成为我们的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话说回来哦，今天分享的这6个故事有着奇特名字的地方，让我们不仅开始思考命名这件事情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意义。我们认为命名除了方便我们沟通对话，知道对方在讲什么之外，还反映出了命名者跟这个事物的连接以及他的主观意识。比如说，我们帮自己养的宠物命名，帮自己的车子、电脑命名，甚至帮自己的另一半取小名等等，都反映出了我跟这个人或物的连接。而在地名的例子上面呢，更可以明显的看到许多取名者的主观意识。例如今天提到的地名，有很多都是从欧美探险家的视角来取的名字。但这些地方其实早在被他们发现之前就存在了，很多原本就有原住民取的名字。只不过地名就像历史一样，多数的时候只有掌握话语权的人的版本会流传下来，所以我们才会发现有很多的地名呢，都会反映出取名者的世界观。用作者的话来说呢，就是世界地图不等于真实世界，更会随着世界的局势而随时改变。那最后也跟大家补充一下，如果你对这本书很好奇，但是担心整本书会像我们介绍的故事一样暗黑啊，然后又悲惨，读起来很郁闷的话，别担心哦，因为最恐怖的我们已经拿出来说完了，剩下的故事呢，大多都只有淡淡的悲伤。那如果大家对于奇怪地名背后的故事有兴趣，蛮推荐可以找这本《悲伤地形考》来读一读。那么今天的提问就来问大家，听完故事你会想要去这些悲伤景点看看吗？会，越是奇怪的地方我越好奇。B 不会哦，反正那些地方都物是人非了。C 有些会，有些不会，要看他们给我的感觉。D 其他留言跟我们分享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原来世界上面有一座绝望山。此外，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去灾难地点旅游是在消费伤痛吗？以及为什么台湾那么多的中正路跟中山路的讨论。那么今天的志祺七七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